毒贩鳄鱼让狗变成瘾君子，被中国人当美食药材的蟾蜍，为啥在澳洲大地上变成了无敌老赖？这里是万物灵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的这种癞蛤蟆，学名叫做巨型海蟾蜍。和我们认识的蟾蜍稍有不同的是，海蟾蜍体型巨大，体长可以达到10到17厘米，体重1斤左右。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就记载过一只海蟾蜍，它被当成宠物养在瑞典，长度达到了38厘米，如果完全伸展开，可以达到54厘米，重量也是达到了惊人的2.56千克。相比之下，我们所认识的蟾蜍只不过有拳头那么大，真是小得可怜。这种巨型海蟾蜍原产于南美洲，并不是澳大利亚本土生物，但是在1935年的时候，澳大利亚甘蔗深受病虫害折磨。听说南美的巨型海蟾蜍具有很高的出生效率，就引进了120只。没想到这些甘蔗上的害虫都是在高处，海蟾蜍只能在地上爬，就算会跳，也不可能够着上面的虫子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发挥除害虫的作用。但是它们不挑食，小到昆虫，大到爬行动物或者小型啮齿动物，就连当地的青蛙蟾蜍都能成为它们的猎物，还给本土生物带来了新的隐患。澳大利亚气候炎热潮湿，食物丰富，天敌稀少，所以海蟾蜍就开始大量繁殖。海蟾蜍繁殖能力非常逆天，并且它们交配产卵不分季节，一般雌性蟾蜍每次产卵数量可达8000到25000个。不仅能生，它们的卵也有毒性，一般的动物还不敢去偷食，所以孵化率也非常高。但更夸张的是，海蟾蜍的卵连孵化时间也特别短，在适宜的水温下，海蟾蜍的卵只要48小时就能完成孵化，最慢也仅需要7天的时间。孵化出来的小蝌蚪只要1个月的时间就能长成幼蟾，这些家伙的寿命还很长。一般野生的海蟾蜍寿命可以达到10到15年，如果是人工饲养的，甚至可以达到35年。正是因为这些离谱的生物特性，所以澳大利亚的海蟾蜍才会泛滥成灾，至今数量已达到了15亿只，比当地人口数量还要多。而这么庞大数量的海蟾蜍，基本上把它们能够吃到的都吃了，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物链，对当地的自然物种造成了严峻的挑战。你敢相信吗？狗也会吸毒上瘾，而狗界的特殊毒品那就是蟾蜍。蟾蜍的背部可以分泌乳白色的毒液，称为蟾毒素。相比于普通的蟾蜍，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的海蟾蜍毒液毒性更强，这些毒素会攻击动物的神经系统，具有极强的致幻效果，还会导致失明、四肢麻木、呕吐等症状，严重的甚至死亡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蛇是蛤蟆的天敌，但是在这里，海蟾蜍敢骑在蟒蛇的身上到处跑。这要从蟾蜍的繁殖特性开始说起。每当到了繁殖季节，雄性蟾蜍就会附在雌性蟾蜍背上，并用前肢牢牢抱住雌性蟾蜍的腹部，用这种方式刺激雌性排卵。但是有时候它们找不到雌性蟾蜍，于是就抱其他动物，比如鲤鱼。雄性蟾蜍会紧紧地抱住鲤鱼的脸部，甚至会用前肢插进鲤鱼的双眼，让鲤鱼无法摆脱。让蟒蛇气愤的是，它不仅甩不掉这些烦人的家伙，还不能去咬它们或者把它们吃掉，因为这些海蟾蜍的毒性也能要了蟒蛇的命。就连鳄鱼想把这些海蟾蜍当成食物，也遭到了剧毒反噬，不仅没吃到，反而被自己的食物反杀。然而更可怜的还是那些狗狗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狗狗经常会到处舔，连相貌丑陋的海蟾蜍它们也想尝试一下。然而就是这么一舔，让狗狗染上了毒瘾。虽然毒素可以为它们带来短暂的快乐，但是一旦在它们身体里积累的多了，就会因心脏衰竭而亡。为了帮助狗狗们戒断毒瘾，澳大利亚还专门设立了狗狗戒毒中心，他们在蟾蜍模型上挤了一些芥末，然后让狗去舔食。刺激的味道让狗无法下咽，反复进行之后，狗就会对蟾蜍产生排斥心理，就算在路上看到也会避之不及。其实海蟾蜍在澳大利亚也并非没有天敌，据研究，3000多种蛇类中有15%的蛇会捕食海蟾蜍，另外还有一种澳洲水鼠，它们会把海蟾蜍的肚皮破开，专吃里面的内脏和四肢。而它们之所以从肚子下手，就是因为海蟾蜍的毒液在背部，攻击它的肚子可以避开毒液。然后还有乌鸦也能捕食海蟾蜍，它们好像知道海蟾蜍哪个部位有毒，哪个部位没毒，然后会避开有毒的那一部分，从没有毒的肚子下手，一点点把海蟾蜍吃掉。
当地人发现这些事情后，总算看到点希望。但是海蟾蜍的数量如此庞大，繁殖速度如此快速，仅靠水鼠和乌鸦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。于是不得已之下，人类只能参与进这个盛大的灭蝉活动。澳大利亚的海蟾蜍甚至会成群结队跑到公路上，或者是跑到居民区，对当地人造成了严重的困扰。所以有些人开着车从海蟾蜍身上碾过去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为了消灭海蟾蜍，当地政府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，比如重金悬赏，让人捕捉到之后低温冻死或者是安乐死。之所以选择安乐死，是因为政府并不想居民为了泄私愤而当街打死海蟾蜍，这样一方面显得很血腥没有人道，另一方面就是会让街道尸横遍野，影响环境。然而人人都知道海蟾蜍的毒性很强，如果为了赚那笔钱而不小心丢了小命，那就真的不划算了。当地还举行过海蟾蜍捕捉活动，但是一年到头也就抓了几万只而已，也是没什么效果。看到这里，想必中国人要坐不住了。要是在中华大地上，只要政策放开，就不会有动物泛滥成灾的说法。在中国，蟾蜍可是一味中药，尤其是它们身上褪下来的那层皮，而蟾蜍身上的毒液也被我们搜集起来，制作成了蟾酥。剥开皮之后，把蟾蜍的内脏和有毒的腺体去除，剩下的部位肌肉丰满，经过清洗烹饪之后，又是一道美食。那么澳洲人面对海蟾蜍的问题，能不能也向我们学习呢？其实也是有难度的，因为海蟾蜍的毒性要比普通的蟾蜍强太多了，而且还具有成瘾性。面对这么危险的生物，也没人真的敢把它们做成食物来吃，所以我们这一套在他们那里起不到作用。不过总体来看，其实澳大利亚不是不能消灭这些海蟾蜍，只是他们考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一边想着消灭海蟾蜍，一边又还在想着人道主义，把海蟾蜍加工成商品出售，又怕毒性太强控制不住，最后就是一直摇摆不定，所以海蟾蜍才会越来越泛滥。从这个案例，我们也能得出一个结论：引进新物种时一定要慎重，一旦控制不住，那就会酿成一场灾难，无法收场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灵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